好，接下来我们要带观众朋友来持续关心的是中国大陆的四中全会刚刚落幕，等一下我们会就一些细节来做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哦。这一次的15规划是由习近平来亲自亲控的，等一下一起的来做关系。另外，他会如何在这个会议上面来亲自去主导接下来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等一下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好，赶快来看到这个四中全会才刚落幕，这是来自于新华社发布的，立刻就发布了，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全文就已经出炉了。15个部分3个板块，今天要来看到的部分就是这当中最关键的文件，是由习近平主席亲自操刀的。10月28号，习近平现身，也说明了整个起草的过程，他也亲口证实，确实接下来会由他本人来特别做负责人。那其他的人包括了副组长有李强、王沪宁跟蔡奇、丁薛祥等人，整个核心目前还是握在他的手上。台湾的这一位是国防院的助理研究员，他是齐乐意做了一个分析，他说为如期实现15规划，习近平将会持续掌权到2030，甚至呢持续掌权到2035年都不会假他人之手，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苑老师怎么看这个15计划来看，暗示习近平的治权稳固可以到至少2035年吗？那借由这个计划，我们也来看接下来他如何主导美中的贸易对决。我对这个问题特别有兴趣。我首先呢强调，什么叫14-5，什么叫15-5，就是5年计划，14次5年计划，15次5年计划。那么这个的话呢，到了2025年，就今年14-5就收官了完美收官了，基本上都达到了税额预求的目标。几个月前就已经到达了快到了90%，那现在情况成果不错。那15-5的话呢，这里面呢包含了几个重点我在这边简述一下，因为这个网络上的消息非常多。首先呢，第一个重点呢，就是说呢，就在20大的四中全会里面来开会这个20大四中全会呢，那么原则上来讲，5年计划呢，就是2年在前面任期，那么3年在后面一个任期，所以要横跨2027到2030，这是第一个15-5。然后第二个的话呢，这15的那个目标呢，原来15呢请记住它叫做经济计划，它不是计划经济这个观念一定要反转过来。对。那么这个强调这个大陆的发展，我在当中呢会除了强调全面加深改革以外呢，另外最重要的是提振科技，还有一个是叫提升我们的社会文明那么这个要普遍让大家日子过得好一点，在5年当中，这是第二个重点。第3个重点的话呢，大家仔细看的时候呢，就是在四中全会呢即将闭幕的时候呢，那个习主席呢跟这个所有的这个党外人士呢一起合开了个会，里面强调了大概7个目标吧，就是未来在15中要发展的科技，里面包含了核聚变然后这个量子科技然后这个脑机衔接里面有很多了，大家可以看里面的内容呢。最主要的，他是讲说，到了2030年不行要跨到2035年。对，换言之的话呢，这不是15-5了，连16-5都写进去了。所以14-5刚结束，15-5还没开始进行，那16-5呢都已经有计划了。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就是说明了你刚刚提到了我的同学齐乐意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呢，因为大家这个各式要谣传什么权力不稳身体不行什么将官什么的，跟我自己观察到完全相反，非常稳定。而且我说句良心话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听就大陆的绝大多数人都极其期待为什么呢？只有在稳定的环境中才有发展。而中国人不发展，超过200年了。你今天是难得一次，我必须强调，今天天佑中华，我们所有讲的消息，讲到美国乱搞啦，讲到美国做这个事情然后美国的盟邦发挥不了作用通通都说明了4个字：天佑中华，机会来了。就这个情况。所以说呢，这个15计划里面的详细的内容，大家去看。但是呢，中国只要落实了15，再5年或是再10年，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是，好，老师刚刚帮我们讲到非常细节有关于15规划。那这一次其实呢，当中也特别列出了未来在科技产业上面会做一个比较高度的发展，它也列出了总共是7大战略性的新领域。今天我们就这个细节会做一个比较细部的分析这包括了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还有氢能和核聚变等等，还有6G 通信。等一下都会请我们来宾来帮我们做解读。那2035年他们也已经规划了，是说接下来让中国的经济、科技、国防、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要全面的做提升。那另外他们也提到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委员怎么看？对，大家在关切这
这个20大四中全会的时候啊，其实除了关注“15+5”的计划之外，当然大家很关注的就是刚才苑老师所提到的习近平的位置究竟稳不稳。我觉得这再一次的反映了西方媒体的无聊无知啊的这种愚蠢的行为了。他们总觉得好像用诅咒就可以把人家诅咒死。我不止一次在这个节目讲过，如果这个诅咒是有效的，金正恩已经死了800遍了。这个诅咒如果是有效的，习近平已经中风10几次了。但是讲的活灵活现的。所以呢，国内外所有的人在看这个四中全会的时候，大家都现在看说习近平有没有出来啊？这一次习近平稳不稳得住？他是不是要交班了？甚至连交班的人都可以传得出来，我真的傻眼了。所以当大家看到四中全会还是由习近平气定神闲的在宣布15+5的计划的时候，就再一次证明西方媒体的无知、无能、愚蠢的地方了。那我们回过头来讲15+5，其实从15+5的计划里头不难看得出来。中国大陆已经定了一个基本的调子，这个调子就是科技就是国力。接下来所有的一切，不管是经济，不管是这个国防，各个层面都是以科技为基础的。所以他们提到了非常多的这个尖端科技的发展哦，比如说他们提到的量子，这个量子运算、量子这个电脑。各位知道，量子的这个晶片哦，量子运算现在在全世界大概是2大研究中心，一个是美国的矽谷，一个就是中国大陆。那美国这个走得最快的就是 Google， 所以 Google 最近才宣布了一个他们的量子晶片，叫做 Willow 这个芯片出来了哦。这个运算的速度有多快呢？我告诉大家，这个运算速度比现在的超级电脑快13000倍，也就是现在地球上的超级电脑哦，它要花150年才能算完的东西。这个量子晶片只要几天就算完了，可以取代150年哦，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说量子运算现在的重要性在哪里了。那么因此，中国大陆事实上，据我得到的一些讯息，中国大陆自己在量子运算上、量子电脑上已经有突破了，只是他们很保守，他们并没有把它讲出来。甚至有人预测说，这个现在的这个中国大陆，包含俄罗斯很多骇客之所以能够快速的骇进去，然后把比特币拿走，是因为他们已经用量子电脑来做解码了嘛。所以各位知道，一旦你量子运算成型之后，接下来的是什么？就是量子晶片。量子晶片马上就要取代什么 GPU 咯。所以我刚才不是在上一段就曾经讲过，黄仁勋这个时候再不进去，他就永远都不要再进去了，因为接下来马上就有迭代更新的这个运算晶片出来了。所以这就是量子力学量子运算重要的地方。第二个核融合，核融合现在是未来 AI 发展的一个关键转捩点。美国的5大科技巨头现在都在拥抱核电，要么就去买核电厂，包含连那个三里岛曾经出过事的核电厂，他们把它买下来重建了。然后呢，要么就投入核融合，像 OpenAI 在做的就是小型核融合。谁能够突破核融合的关键技术，谁就能够像太阳一样源源不绝的制造能量出来了。所以核融合当然是接着影响人类未来100年非常重要的一个尖端科技啊。那么中国大陆自己的电力这个供给已经其实相当足够了，多到已经都可以出口了，可以外销了，可以卖到其他的国家了。但他们仍然全面的在投入核融合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的了解 AI 的迅速发展，接下来所需要的电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那么包含像最近北大的团队才公布了一个相当令人振奋的消息啊。日本先前还在威胁说要断掉中国大陆光刻胶的提供，说一旦没有光刻胶，你的晶片就不要生产了。就北大团队没隔多久立刻宣布，他们已经攻克了光刻胶的技术，他们把光刻胶的所谓的不良率，就是瑕疵率，可以降低了99%了。对，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说，他们一直在科技的这个领域上，一直不断的逐步的往前推进。你现在有15+5的计划在做后盾，再来投入了政府的力量，我相信接下来这个中国大陆的科技发展是值得令人期待的。好，我们看到大陆现在在15规划里面已经把这个科技视为非常重要的一环哦。那科技就是国力，那所以现在呢，其实外媒也做了一个分析，习近平主席之所以有这么有底气哦，他觉得有非常多的原因。那其实外媒也针对了从2013年习近平他的演讲谈话1万多篇的文章里面来做了一个分析，这是来自于《经济学人》跟《人民日报》做的分析。他认为说，习近平现在的政治语调变得更加的强硬，言谈就像一位处于权力巅峰的领导人。那习近平他确实也强调，中国如今已经是强国，世界处于100年未有的大变局，反映出了他坚信全球权力平衡正在朝中国来做倾斜了。他的底气来自于哪里呢？在大国竞争当中可以战胜川普吗？那干哥又怎么看？在于他的底气就是中国的全面飞，就是说起飞。
中国的所有的科技以及出口以及贸易以及商品，你就会发现说，中国是不断的在往前要进。你会发现，以前你认为说它的东西恐怕都有产品的品质的瑕疵，现在没有。你去看看中国很多在淘宝上面的产品，你说我们去买了回来，发现说那跟我们台湾做的差不多啊，已经没有两样了。这就是中国的它的生产的能力普遍的提升，还有中国的消费能力。最后那一句，你看了你会觉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希望这个“15+5”计划能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句话其实很客气的，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多，他必须要总平均下来，他认为只要能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就已经达成了他的“15+5”计划。我认为“15+5”计划很快的。不用等到2030年就可以达成，因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越来越朝向均富的发展，你看不到中国哪里还有死角，高铁到不了的地方哪里？还是铁路到不了的地方？还是公路到不了的地方？还是电动车到不了的地方？没有了，通通到得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人民为什么不会均富？其实我最要紧的，我最在意的是它最后一点，“15+5”计划。长达这个2万多字，对不对？对。他最后有提到，对于两岸关系，我点特别看了这一段，你知道，他完全没有提到对于台独的制裁，这跟以前的口气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习主席他多了一分什么？他多了一分就是谅解，啊，多了一分这个让台湾同胞能够。感觉到祖国的善意，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他完全没有提到，他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他讲的非常的，就是说非常柔和的语调。然后两岸交流不能停止，促进祖国统一。其实他讲的话没有太多新的，但是我觉得你就会觉得整个的这个演说讲完之后，你就会觉得说，我并没有说我现在一定要制裁台独。